该小心菲律宾，美国的糖衣炮弹挡不住几轮，南海要起风了。菲律宾终归是美国的盟友，中国是养不熟的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康讯说。毫无疑问，日本就是美国安插在中国东海的一枚棋子，是阻止中国通过东海向太平洋扩大影响力的一道防线。而在中国南海的话，这个重任正在被美国交给菲律宾。美国正在扩大与菲律宾的合作，拿出来的筹码那就是扩大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。菲律宾对此呢也是欣然接受了。前不久，美国要让菲律宾开放4个军事基地，本以为会有一个拉扯的过程啊，结果呢，菲律宾是一点反对的意见都没有，那直接是全部满足了美国的要求。这就说明小马克思和杜特尔特不一样，尽管小马克思也维持着对中国友好的一面，但是却更加靠近了美国。当然，这本身也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儿。被称之为强人的杜特尔特都不敢跟着美国硬刚到底，放弃了要将美军全部赶出菲律宾的立场，那就更不要说小马克思了。再加上菲律宾也是美国的传统盟友，而且一直享受着美国的军事援助。这美国在印太地区最大的军事援助对象，那就是菲律宾。菲律宾军方亲近美国是再正常不过了，而这也在提醒中国，也是该小心菲律宾了。本身就被美国当作在南海前哨的菲律宾，可真挡不住美国的几轮糖衣炮弹。尤其是向菲律宾发射糖衣炮弹的，还不仅仅只有美国，这不管是日本还是印度，也都有着明显的以菲律宾为跳板，在南海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想法。日本之前就要向菲律宾出口雷达设备，要跟菲律宾来一个情报共享，以便更加充分地掌握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活动。这如今在安保3文件通过之后，日本就更加的高调了，直接就要进一步强化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，扩大日本与菲律宾之间的军事合作。美国的军事援助菲律宾不会拒绝，这日本的军事援助菲律宾自然也不会去拒绝。而日本和美国的这些军事援助本身呢都不是白给的，就是要拉拢菲律宾，并且以菲律宾为支点，撬动南海稳定局势的。那除了日本之外，印度在与日本达成协议，走出从向东看到向东进的第一步之后，为了跟中国这个最大的对手对抗，那自然也是想在南海给自己找一个跳板，以便更好地与中国展开竞争。之前中印局势紧张的时候，印度火速跟美国走到了一起，组建了一个美日印澳4方机制，也已经强调了还从海上与中国对抗的意图。那么这一轮又一轮的糖衣炮弹打下来，菲律宾还真的扛不住几轮。更何况菲律宾似乎也没准备硬扛，美国和日本的大礼被菲律宾是照单全收，本身就说明了菲律宾已经接受了美国和日本的要求，南海可能是要起风了。菲律宾的这一表现也说明，在与菲律宾展开合作的时候，中国也该慎重起来。要说给菲律宾的军事援助对菲律宾的经济发展的帮助，那中国做的绝对不比美国少啊。这唯一的区别就是美国给的是武器，是菲律宾的盟友，更是在菲律宾有着驻军，这也基本代表着只要有美国在，中国那是养不熟着菲律宾的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